周思月结婚后的第7年，我们夫唱妇随，配合得很好。他床上的女人前赴后继，我身边的男伴也络绎不绝。这样的生活让我乐不思蜀。直到我遇见了一只小狼狗，并且高调地向我求婚。当天，我和周思月提了离婚，谁知道他却把离婚协议撕得粉碎，红着眼看向我：“谁允许你爱上别人的？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半夜3点，敲门声把我惊醒，又来了。我暗暗问候了他的祖宗，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随意披了件衣服往门口走去。没有意外，是周思月。怀里的女人不安分钻了出来，带着1分歉意和9分得意：“楚寒姐，把你吵醒了。”她亲昵地戳了戳周思月的鼻头：“都怪你，我说我照顾你吧，还说这种伺候人的活我干不来。瞧瞧，把楚寒姐吵醒了吧？”小姑娘嘟着嘴，轻柔地发泄着不满。周思月伸出了手，我配合地接了过来，许是默契惹了她的眼，冷哼道：“楚寒姐还真有伺候人的天分，要是我半夜可醒不来。”我挑眉看向她，还真拿我这正房当软柿子捏，伺候不伺候的爸总归都习惯了。毕竟7年像你这样半夜送他回来的，没有100也有50了。我这话说的不假，他换女人的速度确实快。小姑娘一时哑口，准备反击：“慢走啊，不送。”哎，我挥了挥手，不等对方回应，关了门。你的指纹就能开，下次别半夜使唤我了。周思月脱了外套，扔在沙发上，目光清冷，那有一丝醉意，宠得不分大小王了，开始和我提结婚。我勾唇笑了笑，不以为然。毕竟他对苏韵多少有些不一样，房子买了，车买了，这么多女人中还是独一份，哪有女孩子主动的？要不我们离婚吧？周思月揉了揉我的头，敷衍地说了句：“又调皮了，当吃饭呢，天天提。”修长的手指穿过我的头发，指腹摩挲，似乎很是享受。行了，别吃醋了，下次不往回带了。我扭过头，他手落了空，转身去接水。都是男人，你没主动提结婚，可我外边的那个已经开始催了。周思月接水的动作停了，扭头缓缓看向我，又突然笑了，继续接水。别闹了，不早了。我走了过去，递给他一早打印好的离婚协议。我认真的，真开始催了。对方不语，你先看看，我都分清楚了，房子、股份、基金都1分为2，其他的我都不要。周思月缓缓转头看向我，眼里晕色过浓，可协议没有接。你是认真的？我点了点头，无比平静。以前提离婚是为了他在乎我。自杀、绝食、割腕，什么手段都用过，可现在不同，我是真的要离婚。周思月接过我手中协议，上下扫了一遍，接着把离婚协议甩在一边。我向你保证，我和苏韵只是玩玩，他还在觉得我是吃醋。毕竟因为苏韵，我失去了第1个孩子，孩子以后还会有的。苏韵也不是故意的。周思月在医院见到我的第1句话就是如此。从那天起，他在我心里就仅仅只是捆绑在结婚证上的一个名字。你是婉婉，我不是。我抿了抿嘴唇，低声说道：“他向我求婚了，你这边不理我，没法和他结婚。”周思月反复吐了几口气，像是下了特别大的决心。明天起，苏韵这个名字你都不会再听到。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你还不懂吗？和苏韵没关系。我看向他，对外宣称我出轨，公司股民名誉都不受影响。怎么样？周思月的脸彻底沉了下去。那个卖狗的宠物店老板，我一字一顿纠正道：“
上次我刚好陪顾池在小区举行救助动物的活动，不巧碰见了周思月，我一时尴尬，让顾池离开，可他反而拉着我的手高高对周思月说了声谢谢。周思月眼里隐隐透着不悦，冷哼了声离开了。他哼什么？不是他建议不要老黏着他吗？又劝我说其他男人也很不错，确实不错。有了顾池，我才知道自己原来吃的有多素。昨晚吃过饭，已经很晚了，我要回家。顾池不愿意，有只狗会翻跟头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我信以为真，谁知它就是那只会翻跟头的狗。捡来的小哈迈着小短腿朝我跑来，脖子上挂着一枚戒指。顾池不知从哪变的话，姐姐，我想娶你。他摸着小哈的头，认真的和我说。我遗憾地摇了摇头，我已婚，再结婚就成二婚了，那就和他离婚。青涩的眼睛里像是让我看到了10年前的周思月，那时候他的眼睛里也都是我，无比认真。我忽然就笑了，年轻的躯体确实充满诱惑，做人就该吃点好的。我总不能为了周思月一直清心寡欲吧？顾池仍坚定地看向我，我朝他伸出了手。你头婚我二婚，怎么都是我占了便宜？你没说自己已经结婚了？周思月睥睨地看向我，上下扫视着，约莫自己也在怀疑我还有什么魅力吸引小男孩。也是，快30了。说了，顾池跟我说结了婚还可以离，总之要和我结婚。周思月眯着眼睛，指尖攥得煞白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个卖狗的，随便拿了个碎钻哄你，你还真当真了？宠物店老板，我再一次纠正他，他不语。这话我以前也问过他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他说，你什么都有了，周太太的名头能给你带来数不清的财富，可苏韵不一样，她只有我的爱。想到这儿，我报复性的返回给他，我什么都有了，我只想要他的爱。他跨步坐在沙发上，斜眼向我看来，满脸鄙视。爱？他眼角微抬，爱有什么用？他的爱买得起450的大平层吗？又指了指我身上，买得起最新的高定吗？我低头思索，好像不能。也是，周太太的名头让我过足了富太太的生活，灯红酒绿，珠宝首饰，样样都能花了眼。他拽过我的手，对着上边的钻戒一下又一下地敲击着。我把你富养了这么多年，一颗小玻璃就把你哄走了。的确，珠宝盒里拍卖来的粉钻、蓝宝石、翡翠不计其数，可那又怎么样？我使劲撤回手，吹了吹戒指上的脏。我是认真的，我们离婚吧。周思月彻底生气了，他一脚踹开面前的茶几，协议书撕得粉碎。张楚涵，我可去你妈的！我径直走到鞋柜，又拿出一份协议，我打印了很多，这份不签，还有下一份。他猛然起身，掐住我的脖子，我让你玩，你玩出感情了。眩晕感直击我的天灵盖，我几乎要窒息了，使劲捶他的胳膊，松开后大口大口的呼吸。你他妈有病吧？苏韵不也催着离婚吗？他抬脚逼近我，是你有病，甘愿和卖狗的过苦日子，也要和我离婚。我不想再和周思月解释了，他生气的样子太可怕，我怕他再掐死我。见我没有松口，他低声咒骂了一句，又抬脚踹到一旁的落地灯。离婚？你做梦去吧！第2份协议被他撕得粉碎，接着气冲冲地拿起一旁的外套，使劲甩开门离开了。风带动着地上的纸屑，就像我和周思月纠缠的这许多年，无力感侵占了我的全身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很幸福，工资很少，经常干煮挂面吃，1个月的工资除去水电房租交通，连吃路边摊都是奢侈。最穷的时候，身上的钱只够买1桶泡面，我和他让来让去，最后面洒了。周思月捧面大哭，
对不起，楚寒，对不起，我一定会给你好的生活。当时的爱是真的，后来不爱也是真的。后来工作有了起色，开始应酬，我等他等到睡着了都没回来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带着其他女人的香水味回来了，我哭着要分手，他跪在地上向我发誓，陪酒的小姐倒在他的身上，他没做对不起我的事，我信了。第二次，他身上沾了其他女人的口红，我装作没有看见。再后来，就数都数不清了，别的太太都不问，你这么较真干什么？逢场作戏懂不懂？不配合谁给你签合同？逢场作戏可以，可后来不断被带回家的女人也是逢场作戏吗？直到她换成了苏韵，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周思月的车里，她接我参加展会，苏韵明当当坐在副驾驶，她晕车，你坐后排。我当时就愣住了，在一起10年，她不知道我晕车吗？也是，要讨小姑娘欢心，我的晕车又算得了什么？我说我不去了，她说那把车门关好。参加展会所有的兴奋一时间降到0点，直到后来，你要是无聊，可以找人陪你玩玩，无所谓男女。我明白的，他玩女人，我玩男人吗？我对上他的眼睛，满是伤人的算计和狡诈，再没有当初的真挚和单纯。也好，夫唱妇随，可只是说说。直到遇见顾迟，我喜欢宠物，可周思月却很讨厌，我便带上吃食去小区喂流浪狗，正巧碰上他也来喂，一来二去就干柴烈火了。公司5周年庆典，我受邀参加，从前面上我们维持得很好，什么活动都一起参加。这次不同，苏韵浅笑盈盈，挎着他的胳膊，楚寒姐一个人来的吗？我挑眉。周思月哼了声接话道，不一个人，难道让卖狗的陪他吗？我摇了摇酒杯，你找鸡，我找狗，要不怎么说咱们是夫妻呢？苏韵脸霎时通红，其他人碍于周思月也憋着笑。他凑到我身边，压低声音，满是恨意说着，得意什么？他说过几天就会和你离婚。我冲他碰了杯，那太好了，毕竟我催他离婚了好几次，他都没有同意呢。他眯了眯眼，像是算计什么。我转身欲走，他忽然惊呼着，什么？你说你和那个卖狗的上了床？周围人噤了声，对着我指指点点，好大一张血盆大口。宝贝，我回头一看，顾迟竟然走了进来，还没结束，我来接你了。他怎么知道在这里？他怎么会来？我有些惊讶。他看向苏韵，我就是那个卖狗的，怎么你也想睡？狗东西，敢！苏韵扬起了手，我上前一把握住，顾迟上前握住我的手，揉了揉，皱了皱眉，别脏了手，又啄了啄我的嘴角。小哈想妈妈了，我也想你了，回家吧。周围人都看了过来，周思月眼神都要杀人了，真的是太痛快了。我放下酒杯，对着周围就事示意，先走了，失陪。拉着顾迟的手离开了，面上一片平静。我心里波涛汹涌，去他妈的周思月，去他妈的苏韵，去他妈的傅德。小哈见我回来，果然很开心，迈着小短腿奔进我怀里。我凑上他的小狗头，拉撒了起来，嘻嘻，好舒服。姐姐，我也想嘻嘻。年轻的荷尔蒙围绕着我，眼睛里满是喜欢和情欲。他靠在我的肩膀，上下蹭着。姐姐，今天陪我。我定了定，周思月今晚是去苏韵那，还是会带回家？算了，怎么潇洒怎么活，一夜折腾。再回家已经是第2天下午了，难得的遇见了周思月。他背着我站在阳台，我们谈谈。他扭头看向我，忽然怔住了。我不好意思地拽了拽领口。小狼狗昨晚说要宣誓主权，张楚寒。他一字一顿地叫着我的名字。你脖子上是什么？这不是很明显吗？我好笑地翻了个白眼。
当初我看着他的草莓印问他，他怎么说的？猫不听话，挠了一把。我似笑非笑地回答：狗没喂饱，四处乱啃。我身上还有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周思月怒目，咬着牙：你和他睡了？你竟然和他睡了？我点了点头，你说得很对，玩玩确实快乐不少。周思月像是没站住，晃了晃，随后缓缓蹲了下去，颓废地抱住头。许久，他仰视道：我说错了，你和他断了，我也断了，咱们好好的，好不好？我笑出了声，像摸路边的流浪狗。我俯身摸了摸他的头，不好，我还没玩够呢。第二天醒来，周思月端着煮好的面条，醒了，吃点东西。我仿佛看到了从前角色互换的模样。尝尝，和你做的一样。他拉着我的手走到桌前，没有意义了。周思月顿了顿，继续递给我一双筷子，别白费功夫了。周思月，我不爱你了。我用骨头熬的汤，足足吊了4个小时呢。尝尝。他继续把碗往我跟前凑了凑。我休了年假，你不是想去马尔代夫吗？这次痛快地玩上1个月，以后每个季度我都休假呀，陪你四处都走一走。他自顾自地说着。周思月，我按住他的手，我不爱你了，我爱上别人了，别做这些徒劳功了。他直直盯着我的眼睛，不是的，你爱我。张楚涵爱周思月，他试图抓紧我的手，反复重复着一句话：不爱了，很早以前就不爱了。我回看向他，你每带回来一个女人，我就少爱你1分。周思月，苏韵是最后1分。我再没给他说话的机会，起身离开了餐厅，洗了洗手，重新回了卧室，躺下还没一会，门铃响了。接着传来了女人的哭喊声，我走了出去，是苏韵，她眼睛哭得通红，对周思月喊道：你不是爱我吗？不是说要和我结婚吗？为什么要和我分手？情人追上门来，我冲着周思吹了个口哨：分什么手？咱们4个一起结婚不好吗？周思月用受伤的眼睛看着我，我和他分手了。楚涵，你原谅我。可苏韵不干啊，她不敢动周思月，只好冲我骂道：你个老女人，为什么你不主动离开？为什么？他爱的是我，他夜夜睡在我的床上，叫着我的名字，是我让他快乐，是我压住心头的恶心，是你，都是你，别说了好不好？他继续叫嚣着：不要脸，你个烂！啪啪啪，周思月利索地甩了巴掌，邀功道：滚！分手了懂不懂？再惹我老婆，我弄死你！我轻轻笑着，看向苏韵，后者不可置信地看向周思月。你说他爱你，男人床上的话你也信？还有，是我要离婚，周思月不肯的。我签上了我的名字，是他求我要断了外边的一切。他爱你，他会娶你，你自己信吗？苏韵，知3当3。已经很恶心了，就别再做那些白日梦了，好不好？还有你，周思月，你知道我现在看你们像什么吗？找屎的苍蝇，小三配渣男，般配得很。我痛快地输出，然后摔门离开，边走边给自己竖起大拇指。沉压多年的话，终于痛快说了出来，全身舒畅。周思月不是爱惨了那种花蝴蝶围绕的感觉吗？那就住所死。爱我，爱他，呸！他爱的不过是新鲜的肉体，还有被围绕的快感。我去找了顾池，罕见的，他不在宠物店。接到我的电话，迅速赶来，把我接到朋友聚会的地方。一群年轻男孩子们聚在一起。话里话外是蓬勃的朝气，还有爽朗的笑声。这比和周思月在一起的商人尔虞我诈、酒池肉林干净太多了。顾池拿着开水边接话边烫着我的餐具，其中一个男孩子像是发现新大陆：阿池，女朋友手上有戒指哦，好事将近。顾池眼睛亮亮的，求了婚，这不等他离婚呢？
几个人显然不知道内情，互相看了看，其中一个为难的开口：“离婚？你逗我们呢？”我喝了一大口饮料，大方地说道：“他骗你们的，我们不是男女朋友。”几个人的嘴巴张圆了。谢谢小弟弟，请姐姐吃饭，你们吃吧，姐姐要回家睡美容觉了。笑着说完最后一句话，我挥了挥手，准备离开。顾迟却一把拽住我：“走哪去？”他把我拉进怀里，郑重和你们介绍一下。他对着另外几个人说道：“我老婆张楚涵结过婚，但没关系，她不离婚，我也爱她。”不知是谁先带的头，几个人哗啦啦地鼓起了掌，甚至现场送祝福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不可否认的是，我的心已经许久没像刚才跳的那样快过了。聚会结束后，只剩下我和顾迟两个人。我卸下手指上的戒指，对上他的眼睛，认真地说道：“顾迟，谢谢你的维护。求婚的事就当没发生。”他正欲张口，我捂住他的嘴。爱情的事不是张嘴随便说说。我和周思月当初要比你爱我的多，但现在呢？你要谈恋爱，我愿意奉陪，可结婚的事还是算了吧。我把戒指装进他的口袋。孩子小不懂事，可我这个年纪已不小了，胡闹吗？一时可以，时间久了就有些荒谬了。朋友尚且接受不了，家人想都不敢想。我回到了自己的房子，那几年和周思月奋斗最努力买来的，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。周思月不知道，那些难熬的日子，我都是靠着酒精在这里度过的，所以他能找过来，我其实很意外。楚涵，房子我都已经过好了户，股份也都转到你一个人名下。这段时间你闹也闹了，现在可以回家了吧？他伸出手想抱我，在靠近我时，我往后退了一步。洗手吧。他不解。苏韵加了我，他的脸上瞬间没有了表情。他给我发了一张你们昨晚的照片，他彻底慌了，跪在了我的面前。所以你要用这双摸过他的手继续抱我吗？我低头看向他，苦笑着问道。他说最后一次，我拗不过他，多可笑呀！他90斤，你150，你说你拗不过他，被他强按着上了床，是吗？他说你亲口说的，他的身体你上瘾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气急了，你和别人睡了，我太生气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再也不会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冷冷看着他，甚至为了求我原谅，他竟磕头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周思月这样卑微下气地求一个人，可惜我再也不会相信他了。周思月，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有多脏？这是我仅剩的自己的地方，你连这里都要弄脏吗？他无助地抬起头，轻声地叫我的名字：楚涵，楚涵，滚出去！除了离婚，我再不想看见你。我打开门，笑得没有一丝感情。那晚，我又梦见了那个可怜的孩子，只在我肚子里待了2个月。周思月，我肚子疼得厉害，你能不能送我去医院？楚涵姐，思月在洗澡呢，一会。哎呀，反正我们不方便了，今晚她不回去了，你要不叫个救护车？我真的好疼。张小姐，孩子没有保住，宫内感染，需要切除子宫。我擦了擦脸上的泪，再也睡不着，打算下楼去便利店买瓶酒，可便利店关了门，我便去另一个路口的超市走去。光拐过弯，一道耀眼的光刺到了我的眼睛里，我恍惚中看到一辆白色的车冲了过来，我来不及躲，被吓傻的一样愣在路中间，时间仿佛静止了一样。接着我被狠狠推了出去。是周思月。他看向我，嘴角慢慢提了上来，然后慢慢闭上了眼睛。我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眼前的血却还是眩晕，直到彻底晕倒。再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。周思月，我大喊着就要起来，一旁的护士按住我，
血压太低，别急着起来。我不管不顾地拔下针头，满脑子都是他躺在血里的模样。我只想离婚，我不想背负人民这么大的人情债。他没事。门口的顾池慌忙走了过来，按住我的手，你别动，他没事。我疑惑地看向他，他轻微擦伤，隔壁包扎呢。上下仔细打量着我，然后一把把我抱在怀里。你吓死我了！我还没来及张口，楚寒，门口传来周思月嘶哑的声音。我扭头看向他，对上他包扎严实的头，松了口气。怎么回事到底？他悔恨不已。是苏韵。苏韵。周思月点点头。你和我说他给你发图片，我去找他，和他说清楚了。谁知道他答应好好的。他愧疚地看向我。那你怎么会在那？周思月看向我身边的顾池，暗淡地说道：和他断干净了，想去告诉你，求你原谅，知道你不会欢迎我，也不想我去找你，就等在那，想第二天见到你告诉你。又庆幸道：幸亏我在那儿等你。楚寒，我真高兴你没出事。周总似乎忘了，她现在是我女朋友。顾池一脸醋劲不满地说道：你救了我的女朋友，我很感激，但你不许用这样的眼神看她。再见到苏韵是在监狱里，真没想到第一个看我的人竟是你。隔着玻璃，他笑得勉强。你是不是很得意？你赢了。我摇了摇头。他不爱你，他也不爱我，他爱的是自己。苏韵，为了一个不爱你的男人，把自己变成杀人凶手，值得吗？苏韵看向我，瞬间面孔狰狞。你知道什么？谁说他不爱我？他爱我，爱我。眼泪划过他的脸，无助又可怜。他说我最像他年轻时候喜欢的女孩，有朝气，不服输。他说我睡在一起，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以前年轻的时候，给我买了房，买了车，给我大把大把的零花钱。这明明就是爱我呀！我把房屋和车辆手续递给他，购买人是周思月。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他可以随时收回。苏韵嘴巴张了张，他说他爱你，爱睡你这副年轻的躯体。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比你更年轻的。他同样的话说给了多少人？你不知道吗？我摇了摇头。我出了谅解书，可周思月不同意。他说像你这样可恶的女人应该坐一辈子的牢房。现在你还说他爱你吗？苏韵不断地摇头。骗我的，你是骗我的，真是可怜呀。离开了监狱，我来到和周思月约好的咖啡厅。签了吧。我掏出包里打印好的离婚协议。周思月还想说些什么，你电脑放了一份文件，这些年贪污的金额、受贿对象，还有那些隐性的资产。周思月不可置信地看了看我。签了吧。我继续往前推了推。周思月嘴角扯出一抹无奈的苦笑，接过我手中的笔，刷刷刷签上了他的名字。你看，口口声声说爱我，最后不也妥协了吗？楚寒，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你，什么时候你原谅我了，我什么时候去找你。我点点头。不会有这一天的。即便我原谅你，我的孩子也不会原谅你。马尔代夫果然很美。拿到离婚证的第一件事，我就独自买了来这里的机票。阳光、沙滩，潇洒过了好久。听说今晚还会有猛男秀，我暗喜了好久。姐姐，张楚寒。我慢慢回过头，姐姐一声不吭丢下我，是不打算要我和小哈了吗？顾池抱着狗，一人一狗，两脸哀怨。我怎么把这个冤家忘了？那个，其实我不要孩子。我心揪了揪，看向他。我知道你的顾虑，不就是不能生孩子吗？正好，我也不育。我捏嘴着，你同意？你家里人也不一定愿意。我离过婚，还不能生孩子。顾池却一脸正气。离过婚怎么了？说明你敢爱敢恨，懂得及时止损。不能生孩子更好了。我大哥家2个儿子，
我妈说了，我只管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传宗接代。我哥已经完成了，他向前靠近一步。不管你还有什么顾虑，只要我爱你，都不是问题。我迟疑地看向他，你没我有钱，谁能告诉我？就发善心，为了喂流浪狗，随即认识了一个卖狗的，竟然是宠物连锁店的小公子。这就算了，家里还涉及房地产、轮船，就连女性用品也有分公司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这我还怎么配得上你？我原本想着他家里人不同意，我就拿钱砸。离婚的时候，周思月分了我好几千万呢。一个宠物店一年利润倒头也就100来万吧。可快到顾池家门口了，我的腿都软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